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，你一直捧在手心里的长寿花，其实已经被拉入黑名单。长寿花因花期长久，得名长寿。开放之际，花色缭乱，明艳簇拥，也因此被赋予了大吉大利、长命百岁、福寿吉庆的寓意，引来了越来越多养花人的关注，是许多人赠送长辈、亲人和朋友的不二之选。然而有8个原因让花友纷纷把长寿花拉入黑名单。今天花花和大家一起来看看，看完再告诉我，你是不是要继续养长寿花。1. 价格太贵。你可能会觉得，不就是一盆普通的长寿花吗？能有多贵呢？其实刚开始我也是这种想法，不过当我真正入手长寿花时，才知道这种花不是一般的贵。我只是买了一盆小苗，就花了60多块钱，比如像果冻、安娜公主、梅尔迪斯、大叶红丹、红狐狸、金狐狸、喜糖、红宝石等常见的品种，一小株苗也要50-60元钱。而花苞挂满枝头的长寿花，其价格都在上百块，若是一些较为稀少的品种，更是能够高达上千元，这对于花友们来说无疑是一种负担。与其养这么贵的长寿花，还不如买一些性价比更好的，比如虎尾兰呀、多肉呀，都是既能净化空气又好看好养。2. 花期短易掉花苞。长寿花因为花期主要集中在春节前后，所以逐渐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年宵花卉植物。但很多人买了带花苞的长寿花回家，但是等到春节前后，却发现长寿花上的花苞一个个的脱落。而且花苞脱落之后，长寿花就再也没有开花了，光秃秃的，不仅难看，还触眉头。所以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对长寿花又爱又恨，喜欢它的寓意，同时又怕自己养不好，遭到反噬。其实长寿花的花苞之所以容易脱落，是因为长寿花非常的娇嫩，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，比如淋雨、土壤不透气，这些对其他花草植物看上去影响不大的负面因素，就会导致长寿花的花苞脱落，同时还会导致长寿花的花期出现明显的缩短的现象。因此如果想要养殖长寿花，尤其是在花期时，一定要格外的谨慎。有4点建议给到大家。1. 浇水要偏干，盆土中不能积水，盆土干透了再浇水。2. 要放在通风明亮的地方，每天给予6小时以上的光照。3. 及时给其摘心打顶，促进其分支的生长，为多开花打下坚实的基础。4. 花期施肥，最好使用0.2%浓度的磷酸2氢钾水溶肥作为叶面肥，方便及时吸收和观察植株的状态。3. 容易烂根。长寿花作为多浆科植物，它的根系同样十分的娇嫩，稍不留神就会因为土壤和浇水不当而出现腐烂死亡的现象。而一旦根部腐烂病变，植株的吸收能力就会减弱，植株无法得到充足的水分和养分供应，自然而然就会出现叶片发黄或植株生长停滞的现象。再加上长寿花烂根，一般人很难察觉，没有办法及时的换盆栽土，修剪掉病变的根须，所以往往等到发现的时候，长寿花已经岌岌可危了。大家听我一句劝，盆栽长寿花1年4季在浇水的事情上一定要管住手，尽量少浇水，甚至直接采用浸泡的方式给土壤补充水分。在土壤缺水的时候，把长寿花放在晾晒过2天的自来水里面浸泡，等到土壤不再咕嘟咕嘟冒泡的时候再捞出来。同时要尽可能的使用排水透气性良好的土壤，确保根系获得适当的通风和排水条件。再有，春秋季节，土壤表面干了再浇水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而在长寿花进入休眠期，此时应减少浇水频率，只需保持土壤略微湿润即可。此外，选择透气性良好的花盆和疏松的土壤也是避免烂根的有效措施。4. 开花量1年不如1年。初次买到手的长寿花，开花量都是非常惊人的，往往多得不见叶片，这也是吸引人目光的原因。但是买回家之后，到第2年、第3年的开花量却不尽如人意，1年比1年少，到最后只长叶不开花。原因并不是没有掌握它的生长习性，即便是注意了光照、浇水以及施肥，但却很难让它开花量更加优秀。因为长寿花的花朵都是长在叶片的顶端，当用枝条越长越长，养分输送途径变远，枝条越少，
养分较低，开花数量也会逐年降低，而且很多新手都不善于去修剪，这就导致长寿花开花量一年不如一年了。因此，若想长寿花开花，每年要进行一次大修剪，便是把长寿花的枝条截断至原来的1/3，促进新芽萌发，并且使用肥料，让冠幅变大，开花才会更多。5. 没有光照，开花难。长寿花对光照的喜爱，犹如婴儿对母乳的需求，尤其是在长寿花开花之前，一定要注意保证光线充足，经常把它摆放在朝南的窗台或阳台，这样有利于合成能量，促进整体发育，并促进枝繁叶茂。但是现在人们都生活在高楼大厦中，采光不好的家庭特别多，若再放些植物的话，室内阳光照射不进来，会导致阴气加重，所以人们并不会选择过多的喜爱光照的植物，避免影响到正常生活。而像长寿花这样偏爱光照的花卉，不放在阳光下就很难开花，这与有些人的想法背道而驰，因此逐渐被摒弃。像刚才说的一样，想让长寿花开花的话，光照是基本，所以只要家里光照不充足的话，还是要慎重选择。6. 病虫害严重。长寿花虽耐旱，但并非对病虫害免疫。常见的虫害如介壳虫和红蜘蛛都可能对其造成威胁。这些害虫通常会吸食植物的枝叶，导致叶片卷曲、发黄，严重时甚至会影响整个植株的健康。为了预防和控制病虫害，花友们需要定期检查植物的叶片和茎部。一旦发现有虫害迹象，应立即采取措施。如果数量少，可以直接抓走，但如果虫子很多的话，可以使用药剂或者自制杀虫剂。用药的话，无论用什么样的药物都可以，上面只要写着治介壳虫的都可以。比较常见的有吡虫林、护花神、素扑沙等，又便宜又管用。但是单单的用吡虫林效果也不好，你要给它加1勺米醋，可以帮助软化它们的壳，直接让药物渗透进去，剩下的药物灌根浇在土壤里，杀一些虫卵，这样花卉的介壳虫就一次就杀除的差不多了。如果介壳虫太多的话，一次杀除不干净，再杀除一次，2次肯定会根除了。有些朋友说吡虫林不可以灌根，其实如果浓度稀释的好了，1:1000或者1500以上的比例，用来灌根是一点副作用都没有的，相当的灵，还可以顺带杀除其他的小虫呢。还有喷湿酒精其实也管用，但是酒精的话，喷湿一次是可以的，但是不要多次喷湿，酒精也最好不要用来灌根，容易伤根，它里面的虫卵也杀不除。如果量比较少的话，可以用喷酒精的方法，酒精最好用75度的最好。如果得了介壳虫比较多了，还是用药来说比较合适划算。7. 容易徒长。长寿花在养护不当的情况下，容易出现徒长现象，特别是在光照不足的环境中。徒长的植株通常茎秆细长，叶片稀疏，整体观感较差。而且徒长的植物往往不易开花，即使开花，花朵也不如正常生长的植株那么艳丽。要避免徒长，关键在于控制光照和施肥。在日常养护中，要保证长寿花接受足够的阳光，同时避免过度施肥，尤其是含氮量高的肥料。此外，适当的修剪也是防止徒长的有效方法。定期修剪不仅能促进分枝，还能保持植株的整体美观。长寿花虽然在外观上十分迷人，但在实际养护中却常常暴露出一些问题，这也是它被拉入黑名单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如果你是新手花友，或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，或许可以考虑一些更易养护的植物。8. 抗寒能力太差。长寿花是典型的热带和亚热带植物，对温度的要求非常高，一旦遭遇低温就会出现伤亡。而我国大部分地区为温带气候，只有极少部分为亚热带气候，所以许多花友养殖出来的长寿花一到冬季就十不存一。奉劝大家，养殖长寿花要趁早搬到暖室，尽可能的根据长寿花的喜好来打造一个适合它生长开花的环境。特别是每年的12月到4月份，长寿花处于盛花期，这个时候要挪到室内或用加热设备来保持环境温度。而且在每次花谢之后都要及时的修剪开过花的枝干，同时使用花多多1号和花多多2号补充磷钾元素，促进花芽的分化和发育，
让长寿花尽早的再次迎来开花，再放出一个个大花球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喜欢我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